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 AC3 奶？就是它。Actic， 中文名叫安特高能。阔别已久的德国老牌散热器又重回我们身边。这次我会对安特高能的 Liquid Freezer 3 Pro 进行拆解和测试。在拆解和测试之前，先科普一下电脑主板是如何测量和控制风扇转速的。CPU 风扇的连接器有4个引脚，最左边的是1号引脚。1号引脚是地线，也就是电源的负极。2号引脚是电源正极，通常是12伏的电压。3号引脚是转速的输出。4号引脚是调速的输入。液冷3代 Pro 这根 All-in-One 的线是4个引脚。这2个 CPU 风扇，它们的引线也是4个引脚，但是它们其中一个的调速功能是假的。CPU 风扇的调速信号输入通常是一个高阻抗的输入端口。在它的内部会有一个上拉电阻，所以从这个插头看过去，它会有一个电压。给液冷3 Pro 通电以后，它的调速输入线上面有 4.5 伏的电压。给英特尔风扇通电以后，它的调速输入线上面有 3.3 伏的电压。给这个未知的风扇通电以后，它的调速输入线上面电压为0，所以这个风扇的调速功能是假的。而且当你把调速输入线对地线短路的时候，转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这个操作对于液冷3代 Pro 还有英特尔风扇都是可以改变它们的转速的。所以你可以借助这个方法来判断你的风扇它的调速功能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第3号引脚是风扇转速的输出信号，在风扇的内部，它是一个开漏输出的端口。在主板的内部需要一个上拉电阻提供电源来读取转速信号。这是一颗20千欧的电阻，相当于这个电阻，把它添加到示波器探头的前端。给风扇通电直接测量是测不到转速信号的。给这个电阻施加3到5伏的电压，马上就可以看到转速波形。看这里，转速表测到的转速是3315转，示波器测到的频率是 110.488 赫兹。把测到的频率乘以30，就得到实际的转速。这个结果和刚才的测量值是很接近的。这个第4个引脚是风扇的调速输入信号。刚才讲过，在风扇里面有一个上拉电阻，把这个引脚连接到了电源。在液冷3 Pro 上面，这个电压是 4.5 伏。在主板的内部会有这样一个开漏输出的电路，向 CPU 风扇发送调速信号。从这里输出的调速信号频率是 23.5 千赫兹。根据规范，从21到28千赫兹都是正常的调速频率。你可以用这种小型信号发生器生成一个23千赫兹的频率，然后让占空比从 0% 到 100% 连续可调，就可以控制 CPU 风扇调速。但是要注意，信号发生器的峰值是3伏，这根线的电压是 4.5 伏，它们之间并不匹配，所以在它们之间要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像这样，示波器观察调速信号，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从电阻这端输入。现在你就可以随意的控制 CPU 风扇的转速。这张图是转速控制和读取的原理图，
有需要的可以截屏保存。有没有见过用加热台给水冷散热器加热会有什么后果？一会儿等温度达到平衡以后，你就能看到它能吞下多大功率的热量，也就是它的散热功率。液冷3代 Pro 它的冷头平整度还是不错的。导热硅脂就用它随机附赠的 MX6， 硅脂基本上是均匀覆盖的。我这里气温29度，一般厂家会在25度的时候来测试。这个温度计探头在这里，测量的是冷排后面的出气温度。风扇和水泵只接电源不调速，是最大转速。加热的预设温度设置成300度，这个数字是加热的功率，现在有140瓦。加热台的温度被压制在75度，加热功率现在是136瓦。冷排吹出来的热风温度是32度，这是冷排的背面，温度并没有明显的升高，水管也没有明显的发热。冷排也只有水管的接头位置有一些发热。又过了几分钟，温度被压制在74度，发热功率现在是129瓦，持续的129瓦。冷排后面的出风温度现在有32.8度，所以可以看出液冷3代 Pro 它的连续散热功率可以维持在120瓦以上。这张图是主流的 CPU 发热功率，游戏功耗最大的可以到120瓦，但这不是连续的发热功率，所以液冷3代 Pro 可以轻松的压制主流 CPU 的发热。刚才的测试，现在气温升高到了31度。补充一点导热硅脂，我们试一下英特尔风扇的散热功率。看红色的温度设定，温度现在是95度的温度墙，可以维持在95度，散热功率大概在60到70瓦，所以这个风扇只能给小功率的 CPU 散热。这些是液冷3代 Pro 的配件，有3套安装螺丝，还有一个专用工具，方便你任意的组合。有2套扣具，还有一支 MX6 的导热硅脂，方便你把它运用到 AMD 平台还有英特尔平台，而且还有6年的质保。这一根是 All-in-One 的连接线，这是它的引线对应关系。4号引脚的调速输入被同时分配给了水泵调速、VRM 风扇调速，还有冷排风扇调速。3号引脚的转速输出是来自于冷排的第一个风扇。这根是分离式的连接线，这是它的引线对应关系。12伏的电源是通过水泵的插头引入的。3号和4号的引线可以单独读取和控制水泵的转速。5号和6号引线可以单独读取和控制 VRM 风扇的转速。7号和8号引线可以单独读取和控制冷排的风扇转速。水泵的电机在这个里面，用这种转速表没法测量它的转速，但是可以从这根引线来测量。现在这两端的输入电压只有 11.8 伏，先给它调到准确的12伏。这个就是转速的波形，调速线现在是悬空的，也就是最大转速。转速的频率是 94.33 赫兹，计算下来转速是2829转，跟标注的2800转是接近的。把调速线对地短路，让它进入最低转速，测到的转速频率是 25.1 赫兹。计算以后，最低转速是753转，跟标注的800转也是接近的。水泵的旁边是 VRM 风扇，它主要针对 CPU 旁边的电源模块还有内存条进行散热。这里就是它的转速波形，
转速频率是 83.6 赫兹，计算结果是2508转，跟参数表标注的是一样的。短路调速线让它进入最低转速，转速的频率是 13.1 赫兹，计算结果是393转，跟参数表标注的400转是接近的。冷排上面用了3个全新的 P12 Pro 风扇，据说这个风扇是可以单独买到的。P12 Pro 用的是液体动力轴承，也就是 FDB， 在扇叶的外圈增加了一个涵道，这可以有效的增加静压，减小气体侧漏。官方资料讲，这个扇叶和外框的间距只有 0.855 毫米，这个是 0.75 毫米的塞齿，可以轻松的塞进去。这个是1毫米的塞齿，就比较困难。这个 RGB 灯对转速测量有干扰，现在是最低转速有 603.9， 也就是604转。拔掉对地短路，最高转速有3010转左右。它的转速范围600到3000转，跟标注的也是一样的。这个声压计的测量单位是 dBA， 也就是人耳感觉到的声音大小。把它放在这儿，距离液冷扇大概20厘米。调速用这根 All-in-One 的线对它整体调速。我这里环境噪音大概35 dBA。注意看，我发现 P12 Pro 这个风扇支持软启动。现在输入电压12伏，正常。现在转速100%，噪音有59 dBA。现在转速75%，噪音有52 dBA。现在转速50%，噪音有43 dBA。现在转速25%，噪音几乎只有环境噪音。现在转速0%，噪音只剩下环境噪音。所以液冷三代 Pro 确实有比较低的噪音，转速在50%以下几乎听不到噪音。风扇型号 P12 Pro RGB 版本，用的是标准4线调速插头，还有5伏的 RGB 插头。启动，输入电压12伏，最大转速。来看这里，静压确实有7毫米水柱。在网络上查到，它的静压是 6.9 毫米水柱，是很接近的。记住现在这个重量有1990克。给液冷3 Pro 连上电源，调速线保持悬空，让它最大转速工作。RGB 灯也通上电，启动风扇。风扇电压现在12伏，让它在65度运行72个小时。现在是8月10日18点08分，我们72小时后见。现在是8月13日18点43分，箱内温度65度。液冷3还在正常工作，看我的手是黑色的，说明箱内的温度比我的手高很多。现在的重量有1989克，这个结果说明它的冷却液没有泄漏。虽然看起来重量少了1克，但是这个电子秤它在大于1公斤的情况下，误差是1克。环境噪音还是35 dBA， 距离还是20厘米，最大转速的噪音还是59 dBA， 并没有增大。我们做3个标记，记住 P12 Pro 风扇的最大转速是3000，
1号风扇的最大转速大于3000。2号风扇的最大转速也大于3000。3号风扇的最大转速也是大于3000的，说明高温运转并没有让3个风扇的轴承阻力增加。现在换成这组电缆，这是水泵的插头，调速线悬空，最大转速，转速的频率是 94.3 赫兹，计算结果是2829转，最高转速没有衰退。现在测的是 VRM 风扇的转速，转速的频率是 83.6 赫兹，计算结果是2508转，最大转速也是没有衰退的。我刚才发现 P12 Pro 这个风扇有一个安全机制，它的电机一旦受到堵钻，风扇会自动切断电源，这可以有效的防止电机的线圈被大电流烧毁，而且还可以保护电源。1号风扇静压接近7毫米水柱，2号风扇静压接近7毫米水柱，3号风扇静压也接近7毫米水柱，所以冷排风扇的静压也没有受到高温运行的影响。高温运行后，冷头的平整度没有受到影响。安特高能的导热硅脂不够用了，用的是我自己买的硅脂。现在我这里气温还是29度，现在温度平衡在84度，温度设定是300度，现在的散热功率是126瓦，连续散热功率依然持续大于120瓦。我的这个导热硅脂性能还是要比安特高能的 MX6 弱一些，因为上一次用的是 MX6， 这个平衡温度是在70多度，现在有80多度，这个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可以确定，液冷3代 Pro 在经过高温测试以后，它的散热性能没有衰退。液冷3代 Pro 它的冷排是加厚的，有38毫米。冷排的正面有螺丝孔，背面也有螺丝孔。P12 Pro 风扇你可以正装，也可以反装。这个位置是水泵的背面，这是一个装饰性的保护盖，不承担机械结构的固定力。这两个活动的水管接头是靠这个金属插销固定的。辐射仪靠近液冷3 Pro， 数值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它内部没有电离辐射的元素。冷却液是淡黄色的液体，大概有300毫升，粘稠度比水大一点点。水的 pH 值接近7，冷却液的 pH 值大概是8。弱碱性可以减少对金属部件的腐蚀。过滤以后，液冷3代 Pro 的冷却液里面没有发现明显的杂质。我这边室温太高，有30度，我没办法让它维持在冰不融化的状态，最低温度出现在零下5度。按这个推断，冷却液的冰点大概在零下10度左右。这是接口电路板，两边的排线有打胶固定，背面是水泵电机的定子和线圈。这个芯片型号是 FT8213Q， 是一个无刷电机的控制芯片。水泵电机的转子在这个的后面。这就是水泵的内部构造。
我发现水泵转子的轴承阻力很小，轻轻拨一下可以转24秒。这是一个一体成型的转子，磁铁被封在了塑料里面，有6个磁极，转子的重量有21克，而且质量平衡做的也还不错，没有明显的重心偏移。水泵叶轮的直径有34毫米，盖板上的密封圈是特制的，而不是通用的 O 型圈。盖板的外沿厚度是 2.5 毫米。这是水泵盖板的截面。这个是水泵的轴承，摸上去是陶瓷的。只找到了一点点残片，它确实是陶瓷的轴承。桶底的铲齿上面只有微量的沉积物，刚才测试过了，对散热能力没有明显的影响。它的密封垫看起来似乎是硅胶的，这会比橡胶的更耐热一些。感觉它还有点重，有5克。它是这样扣在桶底上实现密封的，水从中间进去，从两侧出来。以我的经验看，这就是硅胶材质的密封垫。这是桶底的截面，桶底的外沿有 1.58 毫米，桶底最薄的地方有 0.52 毫米。铲齿的厚度 0.1 毫米，铲齿的高度有 3.2 毫米。你看这个水道，还有里面的这个和这个水道都很光滑，这对减小水的阻力是很有帮助的。这个螺丝里面用了反卡扣，这是一块弧形的弹簧片，厚度有 1.2 毫米，它们一起的重量有24克。水泵塑料部分切开以后，剩余的重量还有42克。这是水泵泵体的截面，冷头塑料部分背板的厚度有 1.7 毫米，整体的用料还是足够厚实的。这2个活动的弯头用的是2个 O 型圈来密封，跟水管之间用的是胶水固定。水管是橡胶的，但是里面有尼龙绳，这让它有更大的耐压能力。水管的外径是12毫米，内径是 6.3 毫米。这一层编织网除了美观以外，更大的作用是隐藏电线。整个冷排的重量有663克。来看看冷排的截面。冷排边框这个材料的厚度有 1.6 毫米。冷排总共有12个水道，进水6个，出水6个。这是一个 RGB 灯的模组。VRM 风扇的直径是50毫米。PLY Pro 风扇的重量有177克，它的轴是被磁铁吸在底座上的，用来平衡扇叶的重量。在底座上面能看到这颗磁铁，在它的螺丝孔位都有减震胶垫。
胶垫的厚度有 2.3 毫米。风扇的出风口做了导流斜面，扇叶加了一圈涵道以后，机械强度增加了不少，而且扇叶的动平衡做的也还不错。PCB 背面没有电子元器件，正面除了 LED、电容和电阻以外，只有2个2极管，还有一个芯片。这个芯片的型号是 1300RL0， 资料查不到，看这个标识 U1， 它是一个集成电路，也就是电机的主控芯片。整个扇叶的重量有57克，这个涵道的厚度有 0.8 毫米，风扇外壳的重量有82克，电机的定子有25克。这是风扇外壳的截面，外圈的厚度有2毫米，电机的底座也是2毫米的厚度。这个就是它的 FDB 轴承，这是掰开以后里面的样子。底部这个是润滑油，这个 FDB 轴承内壁是光滑的，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套筒，想让它运转顺滑，还是需要一定技术含量的。好了，这就是安特高能液冷3代 Pro 的全部拆解和测试。你对它有什么评价？我们评论区见。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